你可以去嘲笑巴菲特卖美股，错过了00年互联网股票的暴涨，也错过了去年 AI 股票的暴涨，但唯独有一个人不行。97年到现在已经28年了，这个人等了这么久，当所有人好像都把这个人给忘了，但这个人居然还没有放下他的猎枪，他一直趴在那里，等待他的猎物出现，等待开枪的时机出现。因为如果开枪的太早，猎物呢就被吓跑，然后前功尽弃。而等到了现在，他终于开枪了，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是一份精心设计的死亡通知书。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如果你还在无脑的买进美国的任何资产，无论是股票、债券，甚至哪怕你只是单纯的拿着美元，你都是在跟金融危机作对，在跟经济崩盘作对，在跟索罗斯的整个做空集团作对。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傻医生。你会发现索罗斯的这一枪呢，已经打中了马斯克。马斯克的 Tesla 最近被恶意的做空，已经暴跌了55%了。什么叫做空啊？很简单，我们平时买股票呢，就是50块买进，100块卖出嘛，就是这样低买高卖的赚钱嘛。而做空呢，就是反过来，比如说啊，你刚刚用100块买了 Tesla 的股票，所以你手上是不是就有价值100块的 Tesla 股票？那么我想要去做空，我就从你的手上把你 Tesla 的股票接过来，然后在股市里面把这 Tesla 的股票卖出去，卖了100块嘛，这样我手上是不是就失去了 Tesla 的股票，但是多了100块的现金？然后当 Tesla 的股票跌到了50块的时候呢，我就重新的把它买回来，这时候我手上是不是不但有了 Tesla 的股票，而且还有50块啊？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 Tesla 的股票加上5块的利息还给你，最后呢，我是不是就赚了45块？所以做空呢，就是高卖低买，股票下跌了就能赚钱，如果股票涨了就亏钱嘛，不涨不跌呢，也亏了跟你借股票的利息。那这些呢，就是我们散户做空的玩法。那为什么最近马斯克亲自的冲了出来说，他的 Tesla 之所以跌得这么惨，是因为索罗斯带头的做空集团在恶意的做空？什么意思呢？第一步，索罗斯会先操控人心啊。索罗斯他手上呢是操控了很多家媒体的，所以就很简单了。短短的几天，已经有47家非常权威的媒体直接向全世界发布了3000多条这 Tesla 的负面新闻啊。比如说 Tesla 在德国的销量暴跌了70%啊，在中国、欧洲的销售额也被砍了一半啊。就是你一觉睡醒啊，打开手机，只要你稍微关心一下股市，你都能够看得见啊 Tesla 不行的新闻了。所以就1周的时间呢，Tesla 的恐慌性抛售就暴涨了178%。所以人心是怎么操控的？很简单，透过这个舆论，透过这个新闻，直接穿透到人的心里面，瓦解了人们对 Tesla 的信心。但这还是不够的，人还要亲眼看到一些事实才会彻底相信的。所以第二步，在你 Tesla 股价涨到最高的时候呢，索罗斯就天量介入了股票，然后天量的去抛售，他卖的股票呢，直接占了 Tesla 流通股份的18%。简单来说呢，就跟市场上18%买了 Tesla 股票的人呢，把他们的股票都接过来，然后不断去砸盘。就是你买了 Tesla 股票，对吧？那么你借给我，我把它的股价砸下去给你之后呢，再把股票还给你，你不借吗？我也不是跟你借，其实我是跟你的券商、跟你的银行去借。因为其实你买了 Tesla 的股票 ，Tesla 的股票呢，也不是在你的手上的，是在你的券商，是在你的银行手上的，所以我只需要跟他们借。所以当你看见啊，你买的 Tesla 被砸盘了，股价不断的暴跌的时候呢，你要考虑的就是要不要走，要不要去止损。如果你不走，那没关系的，因为你不走呢，其他人也会走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卖股票，索罗斯呢也继续的卖股票，你不卖啊，那就继续跌，跌到你卖为止。如果你再不卖 ，OK， 第三步直接物理攻击。Tesla 几十家门店的玻璃呢，无缘无故的就被砸了。Tesla 充电桩呢也是啊，那你 Tesla 还怎么去做生意呢？如果 Tesla 的生意都做不了了，那你还要不要拿着它的股票呢？而这还不够，第四步松课。当初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时候呢，他是用 Tesla 63%的股票到银行去做抵押的，然后把钱接过来的，然后呢，他才有这个钱去买 Twitter 的。因为如果马斯克他直接把 Tesla 63%的股票都卖掉的话 ，Tesla 呢就会崩盘，而他自己呢也会失去了 Tesla 的控制权，所以他就只能把这些股票拿去做抵押。而现在 Tesla 的股票跌得这么惨，马斯克他抵押在银行的 Tesla 股票就会贬值嘛？比如说，当初你把1000亿的股票抵押在银行，银行就借给你800亿，
结果现在股票暴跌了，你之前抵押给银行的股票呢，现在就不止1000亿了，只值800亿了。那么银行呢就借给你800亿，你的股票现在也值800亿。如果你的股票继续跌下去，跌到了700亿，那银行不就是亏钱了吗？所以银行就会立刻终止借钱给你，让你把它借给你的800亿都还回去。如果你还不起呢，银行就会在股市上面把你的股票都卖出去抵债。所以一旦 Tesla 的股价跌到了这个银行的红线，而马斯克又还不起钱，那么天量的 Tesla 股票将会瞬间的抛售贱卖，而索罗斯的做空集团呢，就可以在最低价重新的把股票买回来还回去。那么如果你觉得这只是马斯克跟索罗斯的个人恩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美股全线呢也跟着跌了。就是你觉得如果川普当选最大功臣马斯克连他的股票都跌成这样的时候呢，其他股票可以幸免吗？就是告诉你，平时不会轻易出手的索罗斯，他现在出手了，就只是为了吃了这一家公司而已吗？我告诉你，这只是精心策划的金融屠杀开幕的枪声罢了。你会发现，这一次索罗斯的洗劫计划跟他92年击毁英格兰银行、97年学习亚洲货币的剧本惊人的相似了，只是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美国。你可能会笑了，怎么有人敢做空美国呢？那么我也笑了。08年金融危机呢，也是在美国引爆的。当时的美国呢，已经破产了，银行也倒闭了。但是为什么美国今天还是过得那么好，什么事都没有啊？因为爆炸的地方是在美国没错，但死的不是美国，死的是全世界。为美国买单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全世界。而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现在连美联储这个负责印钱的机构都已经连续几年亏钱了，而美国政府呢，国库没钱花了，美债也没人买，没人借钱给美国政府花了，加上之前因为 AI 而吹起的美股呢，现在也暴跌了。然后美国的通胀呢又压不下来，美国经济的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开始衰退了，但是美联储却不降息。最重要的是，疫情之后，美国天量的办公室、商铺都没人租，而还款利息又这么高，那些房东就还不起钱嘛，银行呢就有天量的烂账在手上。那么讲了这么多，你知道这些都代表什么吗？代表恶意做空的条件已经满足的差不多了。代表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整盘局，等到真的崩盘再看哦，那一切都太晚了。因为剧本基本上可以跟过去一模一样，只是换汤不换药。什么意思呢？上帝要你灭亡了，必先让你疯狂。当时整个东南亚是最疯狂的时候，大家都赚了很多钱嘛，资产也不断的暴涨，所有的人呢都疯狂的去炒卖资产。而这时候呢，其实就是猎物防御力最低的时候，所以索罗斯就拿起了狙击枪，发了3颗子弹，直接引爆了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第一枪呢，就是做空泰国股市。索罗斯先选中追击的目标，也就是泰国的那些银行还有财务公司，然后直接下令天量的去抛售这些公司的股票，同时让全世界最有权威的媒体，甚至泰国自己的央行都去告诉你，泰国的财务公司、住房贷款的公司都不行了。也因为这样，无数人呢就马上去银行、去财务公司拿钱，然后呢就出现了挤兑，而泰国的股市呢也直接暴跌了。而第二枪就是要看你泰国的政府要不要去救市。如果你不救，你泰国的整个经济、股市所有的资产都会崩盘，那索罗斯就可以在低价重新抄底嘛，泰国大部分的资产都会转移到他的手上了，这样就不用开第3枪了。而如果你政府要去救，那么就要去动用你国库里面的钱，而这时候呢就可以开第3枪。当时的泰国政府呢，把自己手上几百亿的美元都拿去救这一场经济的崩盘，试图呢去击退这索罗斯，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索罗斯直接出兵，下令做空泰铢，也就是做空泰国的货币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啊，他还要兵分几路，对整个东南亚的货币都进行了做空，大量的去抛售东南亚的货币嘛，然后呢就买入美元。因为他可以断定，当泰铢暴跌的时候呢，你东南亚其他的货币呢也会跟着一起暴跌了，所以他才会这样下令，扩大他的战场，全军呢就席卷了整个东南亚，比如说印尼啊、菲律宾啊、缅甸啊、马来西亚等等。
最终结果呢，大家应该都能记起来，就是索罗斯大获全胜，拿着钱拍拍屁股就走了。而整个东南亚呢，所有之前建立起来的风光、资产、财富都被洗劫一空了，也放弃了固定汇率的制度了。也就是说，索罗斯的做空有3枪，每一枪呢都是环环相扣。开第一枪呢，其实就是为了开最后一枪的。而现在呢，这剧本是不是又在重复呢？之前影片讲过，你会发现巴菲特那些美国的资本家早就已经在美股的高位套现离场了，持有天量现金了。那么现在美股到底在谁的手上啊？现在散户持有了30%的股票，而美国的共同基金呢，持有了50%的股票。所以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美股还是在基金公司这些大机构的手上啊，其实不是的。因为美国的共同基金呢，有90%到95%也都是散户持有的，也就是说，美股里面有30%的散户会选择买正股，只是40-50%的散户会选择买这个基金。同时呢，外国的投资者也占据了18%的美股，也就是说，散户加上这个外国的投资者，粗略的估计，我们就算少一点嘛，至少呢也拿着70-80%的美股。也就是说，如果美股崩盘，亏的是谁的钱呢？是巴菲特、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之类的这些提前卖掉美股的资本家吗？其实亏的是散户，还有全世界涌进去美股的钱啊！所以这一场的股灾，就算在美国引爆，也只会像08年金融危机一样，那些资本家拿着政府的补贴，拿着美联储新印出来零成本借给他们的钱去抄底美股啊！而散户和全世界呢？所以为什么索罗斯要做空 Tesla？ 很多人说是这个索罗斯代表的 old money 跟这个马斯克代表的 new money 一场私人的恩怨，这可能呢是真相，但也只是其中一个真相。而真相里面的真相呢，是因为 Tesla 不但是川普上台的大热股，而且在上个礼拜之前呢 ，Tesla 占据了纳斯达克指数接近5%的比例啊，也是把 AI 概念少数可以落实的股票。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智能驾驶、智能停车这些新的科技嘛，也因为这样就吸引了无数的散户去买了 Tesla 这只股票。所以从做空的条件，如果 Tesla 暴跌了，不但会引发散户踩踏式的抛售，而且还可以拖累整个美股大盘。最重要的是可以刺破 AI 的泡沫。同时，马斯克他本人自己呢，也频繁的卖自己公司的股票，加上开头讲的那几招，就已经满足了做空的天时地利人和了。但更恐怖的是 Tesla 可能只是开始，所以那些还在幻想长期持有就永远不会亏损的人，还不知道他们账户里面的数字正在经历一场没有麻醉剂的截肢手术。这世界不断的在犯错，但这个世界很多人从踏进学校那一刻开始就被洗脑说不能犯错了。这些人的钱都在养老金、银行、股票上面。而当经济崩盘、银行倒闭、股票雪崩的时候呢，他们依然叫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去犯错。那这些人不穷，谁穷啊？小朋友只有在跌倒才会学会走路。想要成为飞机师呢，关键不是在于你会不会开飞机，而是你会不会处理舵机。而投资呢，也如此的。牛市的时候，谁闭着眼买股票，拿着不放，都大概率能赚到钱。但熊市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如何去分辨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听旁边卖菜的阿姨说吗？我告诉你，在股票里面能否赚钱，看的不是你觉得那只股票有没有潜力，看的是市场上到底买的人资金比较多，还是卖的人资金比较多。如果卖的人比买的人资金多，那就算再好的股票，它也是跌的。也就是说，股票是涨是跌，是大户是财阀他们说了算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看什么财报或者分析什么经济，我们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去走。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一些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也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你去玩这场游戏呢，我们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因为真的是最后一次提醒了，我们应该在这周就下架了。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
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而且你会获得我们最新布局的消息。但如果你错过之后呢，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会取消了。所以最可怕的是，索罗斯他的目标不是做空美股，而是他手上还握着一张比做空更恐怖100倍的终极黄牌。如果按照过去的剧本呢，很快就会来到第二枪，透过引爆美国流动性的危机呢，去逼迫美联储降息。因为索罗斯最擅长的就是让央行亲手的打开财富转移的闸门。什么意思呢？当美股继续暴跌的时候呢，很多散户买的基金就会触发到止损，然后出现自动的抛售。20年美股暴跌到熔断就是这个原因。到那个时候呢，刚才说了，散户买的那些基金和 ETF 就会集体的赎回，就是散户心淡了，也要撤资了，然后美股呢就会正式的崩盘。到这个时候，美联储只有2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不救市，让美股继续的崩盘，这样全世界的钱呢都会撤出美国，然后美元就会跟着贬值。而第二呢就是救市嘛，救市的方法要不就是降息，要不就是扩表印钱，而大部分金融危机的时候呢都是降息扩表一起去做的。所以我们看嘛，现在美股都跌成这样了，美联储自己呢也预测美国的经济会出现衰退了，但他还是继续出来说他们不会降息了。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降息已经没有用了。你会发现这几年美联储连续亏钱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它在很久之前买下来的美债，给到它的利息呢平均只有 2.6%， 但是这几年的升息呢，它要付给银行的利息是 4.4%， 所以只要美联储降息，那么它付给银行的利息呢就可以变少了嘛，它就不会亏损了嘛。但它还是不降啊，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通胀吗？你会发现真相就是美联储已经开始失去对美元的控制了。就是去年几个月，美联储降了3次的利息。按道理来说，如果当时美债利息是 5% 嘛，那么美联储降息，大家都会觉得美债利息可能会降到 3%， 甚至更低了。那么正常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会冲着去买美债，锁定它当时 5% 的利息才对嘛。然后美债的价格就会上涨嘛，而结果就是9月降息之后，美债的价格呢是反而下跌了，代表买美债的人呢反而变少了。也就是说，当市场都不听美联储的话，那么降息的这一招其实已经没有用了。而现在美债本来这么高的利息已经卖不出去了，你可以看得到，美债这几年呢已经暴跌了接近1半了，美国政府国库呢都不够钱花了。如果美联储还去降息，美债继续跌下去，那么大量持有美债的美国的银行就会去破产了。所以现在降息反而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导火线啊。也因为这样，美联储它要降息是可以的，但是它要出来兜底美债，也就是扩表印钱，自己接盘美债。也就是说，美联储如果选择救市，它也只能扩表印钱。而一旦印钱了，美元就会瞬间的变多，然后瞬间的不值钱了。所以你发现了吗？无论美联储救还是不救，有一个结果都会出现，就是美元贬值。而这个时候，索罗斯都已经买好了地雷了，第3枪呢就可以赚走美元贬值的钱。首先，索罗斯他可以选择做空美元，但他会不会做空美元呢？我不知道，毕竟他们资本家都依附在美国嘛。让美元崩盘呢，对他们来说不一定有好处，但是美元贬值的时候，不一定要做空美元才能赚钱了。因为当资金在撤离美国的时候呢，很大机会就会进入到黄金避险了。而索罗斯这几年不断的豪买黄金，这时候他手上天量的黄金就会继续的暴涨了。而到时呢，你会不谋而合的发现，巴菲特之前布局的日元，也可能因为美股崩盘，钱重新回来了日本了，然后暴涨了。我们看08年之后，黄金呢就涨了 180%， 日元相比美元呢也涨了接近 5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去年去布局黄金，年底的时候开始布局日元的原因。我相对大部分的人呢早那么一点卖掉手上的美股，是因为我觉得去年美股给我的利润已经很不错了，而美元呢有这个贬值的风险，所以我就把美元换成黄金还有日元去避险，然后把市场呢转移到香港的股票上面，比如说去年开始布局了小米。因为对于投资人和生意人来说呢，我们也不需要去判断具体美股崩盘的时间，因为我们能做了就只能做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
最后的赢家呢，必须要由我们就行了。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我们呢也不能有很大的亏损，最多呢也就是赚不到一些钱罢了。所以原则上，巴菲特他是大户，我们是散户，我们的玩法和计划呢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投资的策略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要学会的技能，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股票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和福利下架之前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而当第3枪开启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财富大转移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最终的受害者是谁呢？你可能会觉得跟你无关，但其实最简单的，比如说台湾的劳保基金、越南的主权财富基金、日本的退休金、欧洲的保险资金都买了不少美股而这时候呢，这些基金都要被迫割肉离场了。然后呢，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资金都被迫逃向安全的资产，也就是美债。那这一次呢，美债现在不是没人买吗？那危机出现，是不是就有人买了？同时，美国要还给全世界钱，因为美元贬值也跟着一起贬值了。就是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要还的钱反而还变少了。然后08年美国崩盘，全世界崩的还更加厉害。这时候赢家是谁呢？就是提前布局日元、黄金的资本家，他们可以在高位套现，然后抄底全世界，还有美国贱卖的资产当时金融危机呢，美国的银行是第一个被救活的，就是危机发生的时候不救危机发生了之后呢才去救的。然后被救活的美国银行反而可以用低价去收购全世界的资产，比如说希腊的港口、韩国的银行之类的，还有高盛、摩根这些投行，反而在危机之后呢变得更大，垄断更深了。而巴菲特真正财富迅速增长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他08年抄底的时候。所以这部影片的重中之重就是到目前的这一刻，也就是这个局的下半场，什么资产会涨呢？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手上有没有像黄金这些避险资产，因为我们要赚了，是开第3枪之后，全世界资产都要贱卖，我们去抄底的那个钱。而以下这些话呢，我觉得才是真相里面的真相。索罗斯每一次的开枪每一次的做空都被世人谩骂。但我想要说的是，其实无论他做不做空，其实现在的美股、美债下跌的风险，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一直都是很大的。他只是一个引爆危机的人，也只是一个背锅侠罢了。你可以发现，现在华尔街都在炒作川普衰退，然后马斯克到处裁员，不得人心，增加失业率，还有人怪这美联储一直不降息不救市，导致美股暴跌。但是之前的影片也讲了，美股崩盘对美联储背后的资本家或者是这美国政府都是好事情所以这只是一个谁出来背锅的问题罢了。而索罗斯呢，他一直不在乎名声到底是怎么样，他只要拿钱走人就行了。同时呢，如果这个做空的大佬带头的做空的话，才会引发更多人跟着他一起去做空，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所以当崩盘是一件好事情，而每个人都不想要背锅，那么索罗斯就算真的引爆了这场危机，那也只是背锅侠罢了。这些话我考虑过要说还是不要说，但我还是说了，只是想让你意识到，在资本面前没有什么好人跟坏人的，只有财富继续变多的富人，还有财富继续变少的穷人。而你选择的到底是富人还是穷人呢？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的推理一样呢？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